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写的这个无线画布的这个应用，操作也非常简单，它可以接入我们 Canva UI 的本地的工作流，然后输入图片提示词，就可以生成这些图片，可以很便捷的查看对比。我们也可以调用 Model Scope 的免费生成，我们还可以调用很便宜的 API 生成，例如 GPT 和 Nano Banana 的模型。另外就是我设计的非常强大的分组功能，例如我们多图输入就可以直接在一个分组里面连接到这个生成，不需要连那么多的线。传统的连接方式就是这种每一个图片都需要连接一个线进来，非常的麻烦。我们现在直接打到一整个分组里面，通过分组连接，可以看到所有的图片都输入进来了。我们也可以手动的去改变每一个图片的排序。当我们想要删除一些图片的时候，我们直接丢出来，就可以看到刚才这个图片就已经减少了。同样的，当我们想要增加图片的时候，我们也是直接往里面丢，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添加上了。同样的提示词也是，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种连接的模式，也可以直接丢进来这个分组，它就会自动连接上。总体的操作逻辑非常便捷，而且速度非常快，生成的效果也非常好。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工具有3种调用方式，可以调用你本地的 Canva UI， 并且支持多显卡的队列并发。第二个就是支持很多 API 平台，只要你的 API 平台是通过 OpenAI 的协议，都可以写入进来。第三个就是可以调用 Model Scope， 去调用免费的大语言模型和图像模型，并且还支持 LoRa 调用。我们接下来详细看一下功能介绍。我们这个是纯本地运行，我们点击启动服务就可以了。运行成功之后就是显示的这种界面。功能也有非常多，比如说这个纹身图，还有这个细节增强，还有这种图片编辑，还有这种角度控制，你可以生成不同的角度。另外我们也可以调用像 GPT 和 Nano Banana 的这种模型，例如生成这种很好的海报效果，也可以调用免费和付费的大语言模型帮你写作。同时我们还更新了无线画布。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工具更适合哪些人。首先是电商公司，我们本地搭建了 Canva UI 的平台，但是工作流的使用门槛太高了，我们如果想让运营他们使用的话，他们就没有办法操作 Canva UI， 所以我们就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这种平台让他们使用。例如像 Client 的编辑，我们就只需要输入提示词和上传图片就可以了。第二类就是我们本地配置不是特别好，我们就可以调用 Model Scope 的免费生成，也可以调用 API 的生成。例如我接入了这个 API 平台，生成 GPT 一张图只需要4分8，生成 Nano Banana 的一张图只需要2毛4，非常的便宜。对本地显卡也没有配置要求。第三类人就是更专业的用户，所以我开发了一个无线画布的这个应用，它同样的是可以调用 Model Scope 的生成，也可以调用 API， 还可以调用 Canva UI。之所以开发这个平台，是因为我使用 API 的这些工具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些文档写的有点反人类，非常的不好用。初学者看着这些描述非常的头疼，而且不知道怎么去调用，所以我就写了这个平台。例如 API 生成，这个是可以兼容市面上所有的 API 平台，因为它的请求体是使用的 OpenAI 的请求体。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管理，可以添加自己想要的更多的模型，所以整体的功能非常的强大。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功能。第一个就是纹身图，调用的是 ZImage Turbo 的模型。例如我们现在可以点击一键应用，点击运行，然后我左下角这里做了一个在线人数统计跟队列统计的这个组件，生成出来了，速度非常的快，效果也很好。然后我们也可以切换成 Model Scope 的，这个就是在线生成，用的人多的话，速度就相对会比较慢一点。这里生成成功了，我们可以看到使用 Model Scope 生成的左上角就会有一个标识。我们来看第二个功能，就是细节增强，我们可以直接上传图片，然后这里调它的强度，我们看一下效果。可以看到增强之后的细节非常的多，这效果也是很好。第三个功能就是图片编辑，我们调用的是 Client， 可以拖拽上传图片，可以鼠标放在这个上传组件上面 Ctrl V 就可以直接粘贴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提示词编辑就好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变为阴天的效果，总体是非常强大的。最后就是角度控制，上传了一张图片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切换摄像机的一些角度，还有远近之类的。这里其实就是通过提示词控制，调用的是千问的2511的模型。
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里就是可以切换不同的角度，然后就是在线生图，在线生图也是同样的操作。我们上传了图片之后，可以切换 GPT 或者是 Nano Banana。例如我们现在纹身图的生成周杰伦的专辑海报，也可以上传参考图，然后生成类似的相同的海报。接下来是 GPT 的对话，我们在 API 模式切换图像生成，我们直接粘贴上传图片，然后提示词是将模特放在城市场景中，我们发送。这个调用的就是 GPT 的生图，可以看到就已经生成成功了，效果也是非常的好。我们现在也可以切换到聊天模式，例如给我写一首诗，可以看到响应速度非常的快。我们也可以切换成 ModelScope 的模型，这个是免费调用的千问3的模型，效果非常的好。下面我们重点讲一下无线画布的功能。做了这个回收站，防止污删除。我们点击进入画布，我们先介绍一下节点和功能。我们可以双击增加节点，也可以通过右上角的这个快捷方式，例如我们现在上传图片，也可以直接拖拽上传图片。我们想要复制图片，可以按住 Alt 往外拖就可以复制，也可以点击 Ctrl+C 就可以原地复制。第二个是提示词节点，我们可以输入提示词。第三个就是大语言模型节点，我们可以将提示词连接进来，然后这里是系统提示词，这里也可以切换 API 跟 ModelScope 的模型。例如我们现在想要对这个手拿鲜花的少女这个提示词进行丰富，然后我们就点击运行，可以看到已经生成出来这个提示词。我们也可以切换成聊天模式，聊天模式就跟这边的这个 GPT 对话是一样的，我们就是单纯的聊天，例如给我写一首诗，这个可以用来让它给你写作，或者是做一些提示词的优化。这上面这个是系统提示词，我们可以把系统提示词删除。好，现在就是正常的一个对话，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出来了。ModelScope 每天都有免费的调用额度，我们也可以用 API 的 GPT 5.5，只是用来做提示词优化的话，这个几乎不花钱。接下来我们看生成节点，生成节点也非常简单，我们可以将提示词直接输入进来，可以看到这里就有提示词的预览，我们也可以直接连接大语言模型输入进来，这里显示的就是大语言模型的输出结果。一般我们就用提示词直接连接就行了。例如我们现在想生成周杰伦的专辑海报，我们就设置16:9，然后点击生成就可以了。它会自动创建输出文件夹，只要通过这个节点生成的所有文件都会输出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。我们单击图片就可以调出预览，效果非常的好。我们把图片往外拖，就可以直接建立图片。我们也可以通过图片节点输入进来之后，然后生成类似布局的周杰伦的海报，点击运行。可以看到已经生成成功了。我们双击就可以调出图像对比节点，可以看到这个生成的效果就非常的类似。我们如果要进行多图编辑的话，也非常简单，我们可以连接多图进来，可以看到这里就有图片的序号，我们可以左右拖动，就可以是图1、图2、图3。但是我们如果每一个都需要单独连接，有点不方便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按住 Ctrl 框选，然后 Ctrl+G 打组。好，这个样子3个就可以在同一个组里面，我们就直接连接组的输出。可以看到这3张图就已经全部输入进来了，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左右的去摆放位置。现在这个操作逻辑非常的简单，而且效率很高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建立 ModelScope 的节点跟 ConvUI 的节点。我们这个是支持并发生成的，例如我们现在连接了3个，我们就可以同时点击这2个，就可以生成。ConvUI 节点是调用的本地的，我们可以同时点击好几个，它就可以做这种队列的生成。可以看到效果都非常不错。ModelScope 生成这个人少的时候，生成速度还是相当快的，但是白天人特别多的时候，它就需要排队。不过我们这个就无所谓，我们在无线画布里面，我们可以建很多个这个节点，然后点击之后运行，让它慢慢的去等待生成。然后我们介绍一下 ModelScope 这些功能。首先第一个是 Z-Image 的模型，然后就是千问2511的模型。然后就是 Klein 的模型 ，Klein 的模型在这里下面我增加了一个细节增强的 LoRa， 就是我之前发布过的那个，大家可以试用一下。ConvUI 的这个节点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我们调用的是左边的这个纹身图，细节增强和图片编辑这个功能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生成的这些都在这里展示了。然后细节增强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，调用的是 Z-Image 的细节增强。
大家也可以换成 Client 的细节增强，然后图片编辑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可以看到这个变为阴天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。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本地的这个图片编辑功能。例如我们现在是将图1的模特换成图2，我们点击运行，可以看到这个替换的效果非常的好。我们点击双击就可以看到这个对比效果，同样的双击就可以关闭对比。当我们觉得生成的图片比较满意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拖拽出来，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节点，就可以继续编辑。在我们编辑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想要进行一些裁切，我们就双击这个图片，就可以出现裁切框。好，我们应用裁切，现在就已经裁切好了。总体的操作非常的方便，而且高效。接下来我们重点讲一下这个分组的功能。由于我们这个生成组件设计的非常的简单，只有一个输入跟一个输出，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直接往输入里面连。可以看到这里提示词的这个预览就已经出现了。分组里面有3个图片，当我们觉得不想要其中的一个，直接丢出去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变成了2个，所以这个分组是非常强大的。当我们想要加入更多的图片到这个分组里面也很简单，直接往里面拖就可以了。然后在这里调整它的排序，1、2、3、4。另外我们提示词现在也是直接连接在这里面的，我们也可以更简单一些。例如我们现在断开这个提示词，这里提示词预览就没有了，我们直接将提示词丢进分组里面。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输出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分组里面的这些东西。当我们这个分组我们只想要单独的某一个部分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单独连接。可以看到现在的提示词跟图片都是单独连接进来的，总体都是非常方便的。例如现在提示词是背景改为城市街道，好，我们点击运行就会出现，我们双击就可以调出对比组件。我们通过这种分组的管理，就可以让整个无线画布非常的简洁，看起来很高效。像我们现在同时调用了 API 跟 Comfort UI 还有 Model Scope 的生成，可以同步去运行，这样抽卡的效率非常高。我们现在的重点来讲一下 API 的维护。首先我们内置了2个模型，就是 GPT 跟 Nano Banana，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管理，我们就可以添加新的这个模型。新的模型在哪里选择？我们 API 后台在这个模型价格这个里面就有非常多的模型，我们就可以选择绘图模型，就可以看到非常的多。例如我们现在打开香蕉 Pro 这个 4K， 我们看一下这里就有对比，是6毛6一次， 4K 就比较贵，我们点击复制这个名称，然后粘贴在这里面，添加保存就可以了。我们生成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这个模型。总体的操作逻辑非常的简单。同样的，在大语言模型也是，我们在管理这里，我们现在内置的是 5.5， 我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的模型，例如这个 5.4， 我们就 copy 之后粘贴添加就可以了。例如我们现在切换使用一下，好，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输出成功了。整体的添加和维护非常的简单，然后整体的运行也非常的高效。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要怎么去运行这个程序。首先我们这里有一个运行说明，我们打开之后先去注册这个 API 网站，我们在这里面创建用户，然后去注册就可以了。这个网站是我对比了挺多的 API 网站里面价格是最便宜的，所以比较推荐大家使用。现在我们复制第2个网址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添加令牌，我们点击添加令牌就可以随便输入一个名字，其他的都可以保持默认就可以了。需要说明的是它默认添加的是这个 default。 下面这些列表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在这个模型页，例如我们点击这个 GPT 的模型，然后默认的就是 default， 我们点击右边这个看一下，这个价格是8/4一次，默认创建的就是 default 这个。我们也可以创建下面的优质的这些，例如这个是1毛多，这个是2毛多，所以这里对应的就是刚才的那些价格相对比较贵一些的。一般来说我们就用这个默认就比较便宜。创建了 key 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复制这个 key， 然后打开我们的文件，在 API 这里用记事本打开，我们就把这个 key 粘贴过来，例如现在是1、2、3，好，保存。接下来我们就去创建 Model Scope 的 key，
我们注册了 ModelScope 之后，通过这个链接进来之后，就可以新建我们的这个令牌。我们建好了之后，同样的是粘贴到这个 ModelScope 的这个 API Key 里面，例如我们是123，然后保存。下面这个是我们本地 ComfyUI 的端口，一般默认就是8188，可以不用改。如果你有多显卡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后面的改一下。例如我们第2个端口是1234，好，就可以这样子保存就可以了。设置完之后，我们直接点击安装依赖就可以了。我把所有的这些依赖全部都打包在了这个文件夹里面，所以如果网不好的也可以正常使用。安装好了之后，如果安装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下载一个 Codex， 或者是把这个所有的报错复制下来发给 GPT 或者是豆包、DeepSeek 都可以，它会教你怎么解决。安装好了之后，启动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页面。另外需要说明一下的是，如果你想要调用本地的 ComfyUI， 你就需要把这个 Workflow 的文件夹里面的所有工作流全部在你本地运行，可以跑通，不会报错，你就可以正常使用这个后台的所有的功能了。下面需要说一下的就是，假如说你觉得现在的这些功能有点少，我现在想要做自己的一些功能，我就可以在 ComfyUI 里面把这个文件导出为 API， 导出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粘贴进来。这里非常推荐大家安装 Codex，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，免费的账号也有额度。我们现在上传了一个这个新的 JSON， 我们在这里选择自己的文件夹，选择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我现在的文件夹目录是什么，我这个文件是什么，你需要给我做什么什么什么功能，需要做在这个网站里面，他就会给你全部给你做。如果是现在安装依赖或者启动服务有任何的问题，你也不需要去折腾，你直接安装 Codex 之后选择这个文件夹，你跟他说我现在程序运行不了，你给我解决这个报错，他就会全部给你解决好。大致的内容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总体来说这个功能非常的好用，而且无线画布非常的高效。我们也集成了本地的 ComfyUI 使用和 ModelScope 的免费调用，还有价格很便宜的 API 调用。对于我们平时抽卡或者是制作东西，用这个非常的高效。这里也是免费分享给大家使用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